小米手机8作为小米8周年的旗舰手机，不对，你可能会想问，8周年有什么好庆祝的？所以更准确来说，迈向第8年的小米，除了创造出不少纪录外，更在今年与港交所 IPO 上市了。不只对小米意义重大，对整个小米生态链来说更是重要的里程碑。不过说了这些还是没用，产品必须感动人心才是真的。我们还是直接来看小米8的完整评测吧。小米8的外观设计以曲面玻璃机身作为主要设计 ID， 边框结构则是采用更轻的铝合金材质来加强机构强度，而在边缘收边部分则是采用类似水滴弧形的圆弧收边。在手机背面采用曲面设计的基础下，水滴收边能让机身在握感上更服帖手掌。实际体验上，米8拿在手上的手感相当顺手。整体的重量配置适中，机身配置部分顶部拥有麦克风以及隐藏天线，右侧部分则配置了一体成型的音量键以及电源键，左侧则拥有双 SIM 卡、双4G 的卡槽，底部部分一样有隐藏式天线以及麦克风、扬声器和 Type-C 接孔。出厂时，小米也已经很贴心的帮大家贴上保护贴，随机更附赠了透明清水套。虽然在外观设计上，邦尼还是觉得米8显得中规中矩，但在整体设计上却又显得利落，手感表现也还蛮顺手的。如果你问邦尼 Mix 2S 跟米8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，那就不能错过这次的萤幕显示效果。虽然米8也有了刘海，但跟 Mix 2S 的萤幕相比，米8这块由 Samsung 供应的 AMOLED 显示器在显示效果上有相当明显的提升哦。除了对比度来到了6:1，在色彩的显示上支援 P3 广色域跟 HDR 影片播放，尺寸部分采用 18.7:9 的萤幕比例。简单来说，米8的萤幕色彩对比度更高，颜色也更鲜艳、更好看，在清晰度上也比 Mix 2S 来得更好，系统上也一样支援智慧环境适应。趁着 AMOLED 的优势，米8在系统内也预设支援 Always On Display， 可以在关闭萤幕时查看时间、日期等等。这也让我不禁想起，如果这块萤幕早早搭载在 Mix 2S 上该有多好。因为萤幕迟迟不敢下手 Mix 2S 的朋友，这次米8的萤幕可以放心，诚意相当足够。不过在影音播放的部分还是有一个小问题，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播放 YouTube HDR 影片的时候，可能因为串流或是解码的问题，没有办法还原 HDR 的显示色彩，造成画面会以 SDR 输出，在显示上就会有明显的色偏。不过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透过后续更新解决，大家可以在以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你的机台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哦？音效部分，小米8配置单喇叭，在音量上虽然已经足够，不过相比 Mix 2S 在声音的不平衡还是比较强烈的。虽然只有单喇叭，不过在音质上还算前段班的表现。整体来说，米8的萤幕显示效果在这个价位绝对是无人能敌的。音效部分虽然只有单边扬声器稍微不平衡，但音质跟外放音量日常使用的情况都还算足够。米8的主镜头模组基本上跟 Mix 2S 是一致的，搭载1200万加1200万的双镜头模组，并且支援4轴光学防手震跟 DOPD 双核对焦。既然跟 Mix 2S 使用一样的相机配置，所以小米也在发表会上有提到，后续会推送更新给 Mix 2S， 让米8跟 Mix 2S 的使用者都能够使用到最好的相机调校版本。米8这一次的相机一样搭载了 AI 场景辨识，能够辨识25种分类、206种场景，并且针对风景优化色彩、夜景去噪点等等，在 DxOMark 上达到与 S9 Plus 看齐的99分。看完了基本规格，我们直接进样张。前面的这几组样张都会以 AI 辨识为风景模式作为主要对比，
这组样张是在桃园国际机场所拍摄的，可以看到 Vivo Nex 的色彩还原还是比较接近物体真实的色彩，而米八的调色方向则更接近人眼所看到的色彩，也能够直接的看到两家对于画面优化的优先级有相当不同的看法。而放大来看 ，Nex 在解析力上相对其米八看起来更为锐利。而在户外日拍样张的部分，我们来到香港旺角旁边的一个小市场，在这一张的调色风格上，小米阵营的两支表现都非常接近，曝光比起 Nex 都更加充足。而看到 Nex 画面中的小帐篷，在饱和跟对比上都更高一点 ，HDR 表现则是 Nex 表现更好。接下来这组样张一样可以看到，米八跟 Mix2S 的曝光都更足，但看到在左侧的画上，对比度跟饱和稍微不足的状况，而在相片的锐利度上 ，Nex 还是更占优势的。接下来几张关于风景的样张，基本上都可以得到米八曝光更足，但画面饱和跟锐利度表现都稍微损失的结果。不过，若是换到了建筑物模式下，米八的 AI 普遍都有更好的表现。我们先来看到 Nex 跟米八的对决，很明显的，米八的画面锐利度更高，在色彩的调整上虽然已经偏离真实，但在画面的立体感上，相比起 Nex 有更优秀的表现，在建筑物的利落线条上也更强烈。而若与 Mix2S 相比，两支确实不相上下，但色温上稍有不同，这也是在 AI 优先级较高下所容易出现的色彩偏离真实的状况。HDR 表现上，在接下来这组样张上 ，HDR 就有明显的差异了。可以看到 Vivo Nex 的 HDR 表现比起 Mix2S 或是米八都好上不少。放大来看，不论是在画面右方的钢梁，或是下方的美食街，Nex 的 HDR 表现都更出色。而在调色上，小米阵营的风格还是比较浓烈的，不论是天空的蓝，或是整体的画面对比，米八都更强烈一些。不过，若是在低光源的复杂环境中，米八在画面的曝光控制上则有更好的结果，而在后面的高光区域 ，HDR 也明显的胜过 Nex。但还是必须再次的对以上的样张稍微说明，因为每一家厂商对于 AI 的优先级顺序不同 ，AI 的聪明程度也不同，所以有些场景下 AI 表现会特别好，有些则稍微弱势。以米八为例，我们还是认为 AI 在小米的调教上优先级还是比较高的。例如，在风景模式下的曝光充足，反而时常损失细节；而在建筑物却又表现得非常好。我们也透过以下的 AI 开启与关闭对比样张，让大家能够清楚的了解。夜拍部分，帮你一样选择了 Nex 跟 Mix2S， 让大家看看差异，并且也加入目前相当强劲的 Xe2 Premium 供大家参考。第一组样张的环境还是相当严苛的，在画面上充满着各式复杂的高光，相当考验手机厂针对复杂光源的 HDR 跟曝光控制。先看到米八跟 Mix2S， 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两支的调教方式相当接近，但 Mix2S 的快门更快 ，ISO 也更低，所以在画面上 Mix2S 则是更加纯净。而 Xe2 Premium 虽然曝光较为保守，但在左侧高光的 HDR 表现跟右侧大楼都有更锐利的细节呈现，在蓝色的准确性上也得益于 Sony 的独立融合晶片，在夜拍中有更好的色彩还原。这边也提供一个 Xe2 Premium ISO 较高的版本作为比较。而接下来这组样张，相信有追踪邦尼粉丝专业的人，大家都有看过了。很明显 ，Xe2 Premium 的夜拍强劲不少。透过放大左下角的屋顶细节跟右侧高光 HDR 表现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各家夜拍上都还有进步的空间。接下来邦尼也提供几张这次出游随手拍下的样张，让大家参考喽。另外，在米 UI 上也搭载了更多的 AI 应用功能，例如 AI 短影片剪辑。AI 短影片功能类似 HTC 先前推出的 HTC Zo， 这个功能可以让使用者点下按钮后一键生成电影大片 ，AI 会帮你配乐，帮你剪辑，帮你放慢，帮你加上滤镜，帮你加上特效等等，这跟邦尼评测一样贴心哦。另外 ，AI 影棚光效则可以透过 AI 拍出类似在摄影棚的效果，
不过在使用方法上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，需要在拍照时开启人像模式，并且在拍完照后进入相簿，点选右上角的相机图案，就可以变换各种的特效模式咯。不论是窗边光、树叶光还是电影光，都可以透过 AI 自动修正完成。不过，另一个大家相当期待的 AI 短影片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搭载在米八上。果然，美好是需要等待的，所以就让我们继续噔噔噔。前置相机部分搭载2000万画素微整形自拍镜头，搭载强大的电波拉皮、OTA 玻尿酸更新技术等等。不是，我是说米八的自拍镜头搭载 3D 美颜功能，就像做了微整形手术，不论是瘦脸、大眼、芭比鼻、苹果肌、花瓣唇还是翘下巴，你想怎么整就……不是啊，我是说你想怎么修就怎么修。样张部分我们也提供大家夜拍跟人像模式给大家看。规格部分，小米八搭载今年旗舰机的标配 Qualcomm Snapdragon 845 AI1， 并且配置 6GB 的 RAM 加 128GB 的储存空间。小米官方在性能上则是在官网上打出安兔兔惊人的30万分。不过在实测上，不论我们透过各种方法测试，我们最高还是只跑出了267592分，其他测试基本上也在26万分上下。甚至比我们之前测试的 Vivo Nex 28万分还低了一点点。虽然没有达到官方说的30万分，但 Snapdragon 845的威力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绝对足够你日常使用。毕竟跑分只做参考，不代表实际的性能嘛。详细的各项跑分数据，请参考以下表格。更完整的性能跑分跟电力测试数据，请上 isbony.com 进行浏览。续航力部分，米八搭载3400毫安时的电池，80%到20%的标准电力测试时间11小时23分，一天一充还算足够。快充部分最高支援 QC 4.0 Plus， 不过随附快充则是 QC 3.0 的18瓦充电接头，不支援无线充电，稍微可惜。通讯部分支援 VoLTE 跟 VoWiFi， 载波聚合部分则是支援2CA 跟双 SIM 卡双 4G。台湾版本有 NFC， 可以使用 NFC SIM 跟 Google Pay 等等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GPS 定位部分，小米八特别采用了双频的 GPS 模组，支援 L1 跟 L5 双频段，透过两者的讯号分析，能够让定位更加精准。我们也实测米八跟 Mix2S 实际在台北街头内徒步行走的精准度。在画面上可以看到，米八在移动时的定位相当稳定。Mix2S 中，驴子被定位在公园里面，而米八则准确的定位在公园旁的道路上。而到了转角较多的小巷后，驴子发现米八的定位跟实际位置十分接近。Mix2S 除了显示在大楼内穿梭之外，有着少前进约3到5公尺的误差。接下来不论是在哪种场景测试，都还是一样的结果。米八除了偶尔还是会跑出街道外，都维持在相当稳定且极高的准确度内。最有感的当然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在密集的小巷子中，或是大楼间穿梭时，都能够及时的显示定位，再也不用担心走过头或是太晚转弯的问题咯。生物辨识部分，米八一样是指纹加脸部的解决方案，指纹辨识速度非常快，不用多说。脸部辨识台湾版本则是支援红外线辨识，在夜间或是低光源下，可以透过肉眼看到上头的红外线模组打开，也让使用者不论在白天还是夜间都能够顺利脸部辨识，也真正让脸部辨识使用范围更广，速度上还是维持在不错的水准。
自从 Mix 系列拿掉刘海后，小米手机8也顺理成章成为大家瞩目的一只手机。虽然最后刘海依旧长了出来，但却获得更好的显示效果，可以说是有得必有失啊。在外观设计上相当轻薄顺手，不论大小手都可以轻易掌握。系统部分虽然还有少部分功能还没正式上线 ，HDR 显示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，但相信小米会很快的更新到米8上。而在相机上 ，AI 双镜头依旧强劲，虽然 AI 有时候开了不一定有更好的结果，但在大部分场景中却能够让你的相片更好看、更有特色。效能续航部分，米8搭载 Snapdragon 845+6GB 的 RAM 依旧是今年旗舰的解决方案，续航则是1天1充还算够用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正打算入手一支 CP 值高的旗舰手机，那小米手机8依旧是你目前不能错过的选择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小米8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的小米8哪项功能，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。对了，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好来，等一下哦。好来，走。好来，不耐烦。继续。